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端午年假，今天难得好天气，所以今天上午来到汐止，要爬一座小山——景峰山。景峰山的登山口在四股皮那里，不过我车子是停在这里嘉东路上的这个停车场，我昵称它为周家花园停车场，因为原址就是汐止早期非常著名的周家古厝。那从这边走到四股皮，大约7、8分钟吧。那可以步行一段嘉东路。嘉东路就是清代算是南北纵贯路的一段，因为当年走路到水板角汐止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要往基隆，就是要走嘉东路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大同路那一段公路，所以如果你看1904年的台湾宝图，就知道嘉东路是当时这边往基隆最主要的一条道路。我现在就出发了，走往四股皮。这条马路就是嘉东路。我要在这里左转中华街。从中华街65巷这边进来，四股皮就在前面那里。四股皮，福德祠，这是四股皮福德祠。这是挖掘山洞设置的神龛，我用手机打光好了。旁边这边还有个洞穴。或许这是早期的防空洞吧。继续前行，这里有石阶步道，不过看起来有点荒凉。正式的步道应该在前面那里。从这边上行，应该差不多10分钟就会抵达灵埔寺。这边有一小段的爬坡。爬上去就会抵达灵埔寺。我抵达灵埔寺。灵埔寺有不错的展望。我的正前方是大尖山到4分尾山的人线。灵埔寺，主事观世音菩萨。灵埔寺两侧都有步道，我先走往这边看看风景，待会再走另外一边。前面那里有一座凉亭，这是春生幽亭。不过这边的树木长高了，这里没有展望。我现在往回走了，我回到灵埔寺了。寺的上方有一座凉亭，上来看看。景峰山普陀林是去年才新完工的，这里有乐捐芳明路。更上一层楼，这里的展望更佳。
景峰山算是 CP 值很高的一座山，这里交通方便。如果搭火车从戏子车站下车，走路过来大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登山口，然后往上爬，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抵达灵埔寺。这里的展望超棒的。哦，所以即摆这是土地公，这土地公，哦，这土地公。啊，较早观音妈是咧遮就对啦，吼。古早观音妈是遮。哦。啊，阮遮这是石观音。哦。它那尊是石头的。哦，那一尊是石观音。啊，石头那很重，那尊很重，大概哦那个六七十公斤。60-70公斤了哦，安尼特别来参观一下。就是右边那一尊。哦，开始。咱即摆看遮手边。对，开始石观音。哦，迄是石观音。迄尊是石头的，日本时代就有啊。哦，开市石观音。所以我落山行桂花步道。啊，你遐会使个我套对茄东路。哦。啊，一个套对茄东路线。哦，所以这边的步道也是四通八达。啊，对。不过环状路线就是这样比较方便。总共有5个啦，因为这条年久失修，即摆较晚一行。算登山步道对吧？对，啊，这条是上较早起正庙的拢行这条路。哦。拢无路行这条。哦，较早拢行这条。啊，拢无路，行这条路呀，村拢无路。哦，这算是景峰山最早的登山步道。对，就这一条。哦。啊，即摆行这条。即摆行这条。啊，即摆这条去较早是阳顶啊是伫遮，较早去一间茶寮啊吼，咱们遮风避雨是在这个地方。哦。我看看卖，登顶一下。哦，谢谢。这里是景峰山的三角点，海拔83公尺而已，所以是一座很好爬的小山。这边有一座凉亭，这里也有一块小基石。景峰山的这座凉亭算是灵埔寺的发源地，早期就是因为很多这附近的民众登景峰山，后来他们就在山顶这边搭了一座简易的屋寮作为休憩之所。那屋寮里面就悬挂观世音菩萨像。那后来在民国67、68年左右，才兴建最早期的灵埔寺。那现在庙里面的开市石观音，早期是供奉在五堵车站附近的一座小庙。那后来建庙的时候，就将它移奉到灵埔寺来，成为开市石观音。这里的环境清幽，又有微微的山风，我在这边休息了好久，现在准备要出发了。从这边继续前行，走下去就会接车道了。这里有岔路，就是一个小环状。前面那边又有岔路，我要取左行。走步道下山，上面那里是景峰山西峰，这边有一座凉亭。景峰山西峰，哦，看到了，基石在这边。景峰山西峰海拔60公尺，我就不在这边休息了，继续下行。下山差不多才走了6分钟，就已经从景峰山西峰走到山脚下的社区了。前面是忠孝东路，取左行往嘉东路。我抵达嘉东路，我回到周家花园停车场了。这样环绕一圈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已，很轻松的小旅行。那我今天的景峰山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老树依旧在，古厝已不在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